裆部的刻画，我咋看咋像个大黄蜂战斗面具啊！来吧，新玩具。圈内有句俗话叫电影玩具还得看第三方，第三方里边还得看 UT。那这回 UT 的电影迪诺来了，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板阶段的东西啊，我们只是看一下变形结构以及造型方面来说细节怎么样吧。大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修改，一切还是得以大货为准。首先来看车型，非常漂亮，而且身上这种亮闪闪的感觉，对着光看非常要有质感。前面的车灯位置是用透明件压铸进去的，整个的透明车窗前后这里边都是使用了深灰色的透明零件，橡胶的轮胎、轮毂的涂装，包括里边的刹车盘细节刻画也相当的不错。挡风玻璃上边雨刮器的刻画，细节方面做的都是挺可以的，推车滚动稍微的有一些卡，前面的这个轮子这里会磨到一点点边，并不能很流畅，后轮滚起来还是很溜的。车门可以打开，不过里边的空间因为变形结构填得满满当当。车型的长度在 16.5 公分左右，是一个 MPM 的比例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回 UT 在变形设计上面玩了什么心思吧。首先，车门抠开，在后方这里有一个暗处的卡扣，注意一下。车尾部有两个竖着的插扣，从这里掰开。双关节拉松，后边两块带车灯的位置，拆开这里边的卡扣，往上翻90度，接着旋转一下，变成这个样子，拼合起来。前轮连接前方这里的一块位置有一个插扣，上下剥离卸松，注意避让门的这个90度夹角，完全的抠开，抠开。这个时候，后边的这一块双关节旋转180度，两个扣子钉上，两侧内部这里做了一个液压的装饰，翻折下来。腿部的变形，把这一块板子抠开，先解锁这个卡扣，然后双关节膝盖往后拉，拉出前面的缝隙，让前腿板有更大的活动空间，把这一块夹角放出来。后轮往后翻折，再同时往内卷180度，藏起来。这个轮毂中间好像是个合金的零件啊，所以还是挺靠谱的。然后贴上来，这一块再往回包，注意翻到这一侧，玻璃侧面这里小的夹角缝隙，跟这里咬上。锁死以后就是这样的状态。下面小腿和脚踝的部分，把脚趾头打开，注意后边的这个脚趾头是有一节推拉滑道的，张开，然后90度立起来，旋转180度，方向摆对。注意脚踝后边这里的一个造型零件炸开。好，一条腿部就搞定了。两条腿变形完毕之后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一辆车两条腿只是车的侧面部分，整个的顶盖、前机盖的大部分的车面板如何隐藏起来？来看 UT 设计师的魔法。首先，挡风玻璃后边这里有两个小的夹角，我们往里翻折，腾出来空间。这边两个夹角稍微的往里撇一点点角度，让出来挡风玻璃的形成位置。往后拉，这里有一个双关节，搓下来。然后立起来这一块，小翅膀旋转180度，车门定好位置，放在这里。接着，手臂和前边的机盖中间有连接的插扣，把这里解锁开，往后放。上方这里中间的这一块向内折叠。两侧这里双关节往后贴，这两块是有用的，背后花纹的造型零件，现在还看不出来点啥。当我们把这一块旋转180度，刚刚好用车侧面这里的保险杠贴合成了背部的装饰花纹。然后在往里装的过程中，为什么后边这里又变成两个框子一样的结构？它是装前方这里的保险杠。
填到这个窟窿里，再把这2块三角区往前折叠套下来。目的就是到了前方腰两侧这里会出现2个卡扣，跟这块的三角区结合固定，把它包住，完全的锁起来。哇，这么大的一个车顶盖连带前机盖完全的卷在了身体里边，这种感觉啊，这个设计师绝对用了魔法。而且非常漂亮的这个后背花纹刻画，它不单纯是一个里外面的翻转，用前机盖里边的顶子来做这一块的背后花纹，同时参与的还有车前面的保险杠两侧的零件，也能利用起来。哇，太牛逼了！这个卷得很好啊。好，继续变形。小车门摆一摆位置，身体变完了之后，我们把手从中间卡扣分开，放下来。肩胛侧面这里双关节对在一起，拳头摆摆正，最后脑袋双关节往里搓，精神了。后边我们刚才从车顶拆下来挪开的这2块小零件叠成后领子。好的，现在大家就可以刷喵喵怪了。可以感受得到，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是完全不复杂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绊手的地方，或者说让人绞尽脑汁转不过来的一些转轴。一款 MPM 小车级别的变形玩具，难度刚刚好适中，但最终处理完成的效果素质是非常高的。360度转一下，身上没有太多累赘的地方啊，而且该有的一些刻画细节和电影里边的一些收纳的程度啊，完全的是变形出来的，全部是真实的零件在变形在动，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。它没有像现在很多第三方在做电影玩具的时候，靠大量的零件堆叠和面板的切片来实现电影里边的那种还原度，而是利用零件的各种面正反侧面的这些地方都利用到了，来实现出来2个形态转换的过程还极其的简便，最终完成的效果也是极好的。来看细节，头雕的刻画在一些细节的勾勒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，不过电影的这种画风我还是得一段时间去接受它。脖子变形的需要是一个双段的轴关，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很大，360度旋转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小翅膀的部分变形需要来回的旋转，这个地方也是双段的关节。肩膀抬臂完全没有问题，同时这里变形的过程中这是2段关节，360度的旋转没有压力。我觉得有一点不爽啊，这个肩胛变形过来没有什么卡扣去固定它，靠轴力放在这里。但是为了做刚才的那个抱胸动作啊，设计师在这里专门设计了蝴蝶关节，让胳膊往前伸。手关节做了2段，曲臂的幅度也很大。二头肌360度的旋转，手腕来回的旋转，里外的窝，4指是连在一起的，这里还会出现那个尖刺的类似指虎一样的造型。大拇指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外加一轴。胸口的造型很还原，刻画也很漂亮，用银漆和透明零件进行了点缀，这种镂空处理的感觉。当然，这个胸甲你真的想要做真零件变形就太恐怖了啊！背后这里的涂装细节也很精美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它在造型刻画方面不仅利用了前车灯的这一块透明压铸，还用了前方保险杠侧面的2块来实现丰满的一个层次感，真好看。肋部这里从侧面看，完全把一个车顶子叠吧到了肚子里边，曲线过渡还做得很好，甚至你从侧面看的时候，它都是斜着一条一条的进去的。你从某一些角度甚至能感觉到这种肋骨的刻画，这就是这个设计师厉害的地方，妙。腰部左右有旋转，但是无法做到360度，会被卡边。变形结构导致并没有弯腰的关节，屁股后边的这块装甲也利用了非常巧妙的里外切换，让把后保险杠的这一块还变成了类似于2个甲的液压效果啊，嘿，这个也有点意思。迪诺大腿标志性的这个五角星轮毂这块也是一个假零件，里外面的切换一步到位，非常的巧。而长出来尖锐的部分也是从板件里边翻折出来的多余零件。裆部的刻画
我咋看咋像个大黄蜂战斗面具啊！胯部的前后活动影响范围不大，并且还能踢到很高。侧面这里因为腿甲的造型缘故啊，会稍微的卡着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借一些角度的话，也可以摆出来。大腿根左右可以旋转，腿部的内侧有着不错的机械纹理，膝盖两段的关节曲起来，活动的幅度也非常的大。脚踝前后活动，这块造型零件也是可以单独活动的。左右的接地，脚尖的可动，因为是变形的需要。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后脚跟的这两个指头，在变形成人形时候，记得把它推开。所以这些超级棒的可动关节，别说叶问蹲了，一个亚洲深蹲都不在话下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配件方面，两个臂刃直接往这儿插就行，非常不错的造型刻画。上面的涂装细节也是比较还原电影里边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电影里边登场过的钩爪，里边也是内置了铁丝，塑形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啊。前方爪头的造型也刻画成了像手一样的感觉，依旧搭载在手臂上，就可以去勾前方的那辆黑色警车了。那么以上就是这款 UT 的电影迪诺了。其实这款产品公布的时候特别的早啊，拖了好多年，终于也是看到了它的真面目。而整体把玩下来的感觉呢，不愧是 UT 的电影设计师，突出的就是一个巧妙。躯干的变形继承了 UT 电影线独特的那种巧妙逻辑感和完美隐藏收纳的大龟壳。腿部也是简简单单几个零件的转换，利用了里外面的切换，来实现电影里边的一些细节刻画。而且 UT 在电影线的第三方玩具产品中，素质都是有口皆碑的，这一回完全不会让你失望。身上的做工用料材质、卡扣的精度什么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板件很厚实，并且有一定的韧性，而且它不会像其他第三方设计角色时候分得特别细碎的零件，那样的强度肯定支撑不上去。UT 的变形结构巧妙，零件数少，以此注定了它每一块零件的面积是特别大的，因此它每一个单个零件的强度自然是要高出来不少。所以这是一款适合你在手上反复把玩，体会这种巧妙设计逻辑的玩具。喜欢电影系的玩家们绝对不容错过。到头顶 19.5 公分左右的身高，也是完全可以和你的 MPM 玩具进行配比的。那么得嘞， UT 电影的这款迪诺就是这样了。等大货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做工素质怎么样吧。